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，就是在我们画完彩绘之后，我们所有这些彩绘笔的一个清理和保养的方法。我们在画完彩绘之后，很多宝宝可能就是直接拿我们的棉片，将我们的笔直接捏着擦干净，擦干净之后，最多或者说是蘸取清洁水，直接蘸清洁水把它擦干净，擦干净之后就放在那个位置了。其实这样对笔来说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你这样时间久了，你这个笔可能会出现炸毛，或者说它已经变硬，你再怎么清理不出来的现象。所以说这个笔你想延长我们笔的使用寿命的话，一定把这些笔的保养做好。首先我们从这个笔清理开始说，就是在我们做完彩绘、画完彩绘之后呢，我们首先就是要把笔擦干净。我们要准备一个小的这种就是玻璃杯。你像我们色板上这些，我们这些色板上的话，直接拿棉片蘸取这个我们清洁水把它擦掉，就可以了。但是对于笔来说呢，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步骤的。你像我们笔用完，首先拿棉片，第一步拿棉片先将我们这些笔上的胶蘸清洁水，不要直接去硬拽或者歪扭扭，顺着笔的方向，轻轻按压，把它这上面的胶给吸干净。你看吸完之后呢，这个笔上还是有一些白色的这个胶存在的。然后像这种点珠笔状的，我们直接就是把它擦干净，放在一边就可以了。这是点珠笔然后彩绘笔来说，我们准备好我们的小碗，这个碗呢，我们就是洗笔用的，别的都不用。再就是我们的洗笔水，洗笔水它相对于清洁水来说，它的腐蚀性比较大。毫不夸张的说，确实因为很多我的学员里面，这个洗笔水碰到手上之后，有的不注意，甚至说有的因为这些清洁水它不注意，长期在这个位置去擦，去怎么着，它都会起一些小红点儿。所以说这些东西在使用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手不碰到，就千万不要碰到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小碗中滴入一小部分就可以了，边缘的我们记得拿这个棉片把它擦掉。这个气味是比较大的然后在弄的时候一定快速的清理完之后，快速把它给倒掉。然后我们拿我们的笔，看一泡的时候，它这个笔里面的一些颜色，我们表面上好像看到这个笔已经干净了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毛毛里面还有很多的颜色残留。看擦的差不多，擦好之后，我们稍微先洗一下，然后把另外一支笔也涮一下。把我的笔刷干净之后呢，一般这个小碗我会接着拿一个棉片把它稍微盖一下，不然它的气味确实比较大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把这个小碗刷干净，先把它刷干净，就是拿棉片直接吸一下，把里面的水都倒掉就可以。倒掉之后呢，拿我们的清洁水将里面再擦一下，或者直接拿清水去把这个小碗洗干净。直接去拿清水洗把它洗干净。洗干净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再用我们的这个清洁水，准备好棉片，按压出来之后，不要按着去洗把它按压出来之后再洗一遍。因为说实话，那个比那个清洁水腐蚀性比较强，洗完之后整个毛也可能会炸毛。你看这样洗完之后，整个毛就比较干净了。好，我们放在一边，再将另外一支笔清洗一下。这笔一定要温柔，千万不要太过于暴力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整个清洗完了。清洗完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笔的一个保养，就是储藏。我们这个小碗洗好之后就可以放在一边了然后这个笔呢，我们是怎么拿我们的底胶，就所有的笔，如果你用完之后全部清洁完了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底胶去将我们的笔给润一下，以防万一它炸毛。然后轻轻一点点就可以，取一点点底胶，然后将我们的笔整体都带一下底胶。因为就算后期一旦不小心有了灰尘，或者说烤到灯的话，底胶这个是很容易去清除的。然后润笔整体都润一遍。
看润一遍，不需要笔上不需要太多，有轻轻一层这个底胶的浮胶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拿我们的这个笔套，就是你是什么样的笔套，你直接就给它盖好，盖好之后储存，把它放起来。然后我们的圆头光疗笔也是，然后轻轻有一层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拿我们的笔帽，就是每个笔它的这个盖子不一样的，然后放到一边。再就是我们在放笔的时候，如果你的灯能直接照射到你的笔筒，那我们一定要把我的笔尖朝下放，一定要朝下放。然后，但是如果说你是有这种，比如说笔的收纳盒，可以直接放到里面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收纳的话，你只有一个笔筒，而且灯也照不到，你可以为了方便自己的观察，去把这个笔尖朝上去看，直接选什么笔。但是一定像这种有帽的这种啊，它容易往里进灰尘，所以说我们尽量都是往下去放，一定不要让它照到灯，这是我们唯一要注意的。而且千万不要不带盖直接就戳到笔筒里面，这样你整个笔就相当于废了，因为本身是直的，你就后来可能变成弯的就没法用了。好了，这是我们这个笔的清洁以及保养储存的一个方法。